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師。現在呢，我們正在進行的是 HSK 6級考前輔導課程。那這個課程呢，可以幫助大家複習和準備 HSK 6級考試，從而獲得更高的成績。大家都知道 HSK 6級是 HSK 考試裡邊最高的級別，當然也是最難的級別，對大家的漢語水平要求非常高。所以呢，在這裡我們的這個課程的內容也會比較多。那首先在前邊呢，我們已經向大家進行了一個簡單的介紹，而且我們也告訴大家怎麼去學習 HSK 6級的詞彙。那在學完這些基本內容之後，我們當然要開始進入正式的做題和練習的階段。那我們看到了之前介紹過的HSK 6級有聽力、閱讀和書寫3個部分。那麼我們的課程呢，也會按照這3個不同的部分來進行。首先呢，我們要看的是聽力部分。我們在這裡呢可以看到，聽力呢有3個小部分15個題第一部分15個題第二個部分，然後第3個部分是20個題目。那我們呢會具體的去看一看每一個部分都有什麼樣的題目而且我們要去學習一下怎么去做這樣的題目，怎麼去準備。那首先呢，我們來進行一個總的介紹，那就是在聽力裡邊比較常見的問題是什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常見問題的第一個就是聽不懂。那聽不懂的最主要的原因可能第一個是詞彙量不夠詞彙量不夠。那我們在前邊呢已經向大家介紹過 HSK 6級詞彙量是5000，那同時呢還會有25%的超綱詞，也就是你沒有學過的詞會出現在考試裡邊。所以很多同學在聽到不知道的詞的時候，馬上就會很緊張，從而呢忘記了去聽這個主要的內容，然後呢就沒有辦法做題了。這個是非常常見的一個問題。所以首先呢，如果是聽不懂的話呢，大家一定要多去學習詞彙。我們在前邊已經介紹了學習詞彙的方法，希望大家呢去運用這些方法，認真的去學習詞彙，多多的積累詞彙。那第二個方法就是，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夠在我們的課程的過程當中呢，多去做一些相關的練習。因為你練習的越多，你越習慣你的耳朵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內容，這樣的時候呢，你的做題的速度就會變得很快，而且你會習慣有一些詞聽不懂，但是我可以概括出文章的大意，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種能力，而且這種能力呢，必須是通過練習才能獲得。雖然老師可以告訴你一些方法，但是這些方法都是需要練習才能夠真正成為你的方法，對你有所幫助。那這是聽不懂的問題。那第二就是記不住我們說過呢 HSK 6級的聽力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篇幅比較長你可能會聽到4分鐘的非常長的這樣的一些內容，可能是對話或者是短文。那特別長的內容，大家在听的過程当中越聽越會發現前邊的內容已經忘記了。那做題的時候有4個題或者是有5個題目一起出現，那這個時候呢，很多同學記得後邊，但是不記得前邊的內容，這個也是很大的一個問題。很多同學都向老師反映，他們不是聽不懂，但是記不住那這個呢，我們也是在上課的過程当中会告訴大家怎麼一步一步去解決。那首先呢，我們同學們要注意的是常見的原因是可能是大家不會概括什麼叫不會概括呢？就是這個文章裡邊內容非常多，但是你要在這個文章當中找到對你來說最有用的內容和最核心的、最主要的內容就夠了但是呢，很多同學認真的去聽每一個句子，
認真的去聽每一個詞。那這個時候你反而忘記了去關注那些對你來說最重要的信息。那這個我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也會告訴大家怎麼去進行概括。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聽懂了也記住了，但是題目做不對。那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不了解中式的思維。那 HSK 6級考試呢，不单单是对語言的一個考試，更重要的是，我們希望能夠考察一下學生們在學習這麼久中文之後，是不是真的習慣了，或者說了解了中國的思維和方法。那中式的思維和別的國家必然是有所不同的。有的時候我們講一個故事，告訴大家一個道理，但是很多同學會覺得這個故事非常奇怪我在上課的過程當中呢，遇到過非常多次這樣的問題。在中國人在老師看來，這個故事非常正常，這個道理非常对，但是學生們都对老師說：“老師，我觉得这個故事非常奇怪，為什麼中國人的想法是這樣的？”那這種情況呢，我相信很多同學在中國生活或者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都遇到過。那麼你在學習這個語言的過程當中，不僅僅是要學習語言，同時呢還要多學習多去了解中式的思維，同時呢要去了解和學習做題的方法那這個呢是我們在這個HSK 6級考試準備的時候呢，需要先去了解的一些內容我們首先呢要去增加詞彙量按照我們之前說過的學習詞彙的方法，你去多多的學習，多多的積累。那同時呢，我們要多練習，提高速度因為題目的這個量是非常大的。那另外就是我們要去学習做題方法。那做題方法呢，老師在這個課程當中會一步一步的告訴大家。那希望大家在跟着我們這個課程進行學習的時候呢，一定要注意的是老師上課的時候做的練習，你要認真的去做。那同時呢，下課以後呢，也希望大家去更多的去做練習，那去使用我們教給大家的方法，然後呢去看看這個方法是不是有用，而且呢也去能夠提高你的這個做題的這個正確率，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們大概的了解了以後呢，我们现在要真正的進入具體的題目的學習了。我們首先呢來看一下這個聽力的第一部分。那我們知道呢，在聽力的第一部分一共是15個題。那這15個題目呢是這樣的，你會看到 A、B、C、D 4個選項。那你要做的是選出與所聽內容一致的一項就是你會聽到15段話，但是聽一段話之後呢是沒有問題的。你在聽的過程當中，你可以判斷出來 A、B、C、D 哪一個是正確的。那判斷出來之後呢，你直接選擇正確的句子就可以了所以在這裡呢，我們一定要注意的是沒有問題。聽完以後直接選擇根據我聽到的內容，哪一個句子是對的呢？你就選擇就可以了那而且在 HSK 6級這麼高難度的這個級別的這個級別呢，我們要注意的是，你不可能會聽到直接答案你一定是需要思考和推理的。你聽到一段話，你要從這一段話裡邊去找到非常重要的信息，然後去判斷哪一個是對的你不可能直接聽到答案，一定要去認真的聽，而且聽了以後一定要去想，聽了這個內容以後，我可以得到一個什麼樣的一個信息呢？哪一個是對的呢？這個是我們需要做的那麼這個15段話呢，篇幅呢大概是70到100個字，所以呢篇幅還是比較長的大概是有
5到10句話這麼多啊，所以呢，信息是非常多的，你要從这个信息当中找到正確的這個答案啊，這個是有點難的。那麼在聽完了一段話以後呢，你會有13秒左右的時間去想，然後呢去判斷哪一個是對的啊，這個是我們的這個題目。然後呢，我們現在呢，先來試一個問題，我們先來做一下，看一看，感覺一下這個題目到底是怎麼樣的啊。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 A、B、C、D。那 A 呢是種子選手，實力較強。B 是種子選手，是候補選手。C 種子選手直接參加決賽。D 種子選手容易過早淘汰。那麼 A、B、C、D 我們都看到了種子選手，那種子選手到底是怎麼樣的？它有什麼樣的特點呢？我們現在呢來聽一下，大家試一試做一下這個題目，看一看到底怎麼樣。4. 在體育比賽中，為了避免實力強的選手因為各種原因被過早淘汰，人們特意設立了一種制度，讓某些實力強的選手不參加前幾場比賽，在後面幾場時再參加。這些選手被稱為種子選手。好，那麼聽完了以後，大家有沒有把答案選擇出來呢？我們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聽到了非常多的內容，速度也比較快，但是你聽完了以後，要判斷一下 A、B、C、D 哪一個是正確的。可能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做 HSK 6級的題目的話呢，會覺得這個題目非常難那老師也承認這個題目是有點難的但是我們可以看一下答案呢，應該要選擇 A， 種子選手實力較強。那我們在聽這個文章的時候呢，可能聽到了這樣的一句話，它是第一句話，他說呢，避免實力強的選手因為各種原因被過早淘汰。那這樣的句子你其實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已經聽到了，但是可能很多同學在聽的時候呢，都想去聽這樣的直接的詞彙和答案，但是實際上你是聽不到的，你要去想才能夠想到所以答案呢應該是選擇 A。種子選手呢，就是有一些選手他們實力比較強但是呢，我們不希望他們在剛剛開始比賽的時候，因為各種原因被過早淘汰，所以我們讓他在最開始的比賽呢不用參加比賽你可以直接晉級進入後邊的比賽。那麼這樣的比賽制度是為了讓這些種子選手呢能夠充分的發揮自己的實力，所以呢這個應該要選擇 A 應該要選擇 A。我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做對。那可能有很多同學在聽到這些內容的時候覺得內容特別多又特別亂，完全不知道答案在哪裡我相信很多同學都有這樣的感覺。那我們現在呢在學習的這個課程，就是會幫助大家一點一點的去學習一下那這樣的題目到底應該怎麼去做。我們先來看一下首先呢，我們有一些最基本的方法，希望大家能夠了解和記住。首先第一點就是一定要提前看選項，預測內容提前看選項，預測內容，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管是 HSK 3級、4級還是5級都是一樣的。在做聽力的時候，一定要先看一看 A、B、C、D 分別是什麼，然後先去猜一猜你要聽到的內容大概是什麼樣子的，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點呢，我們要注意的是，如果 A、B、C、D 裡邊有時間或者是地點這樣的細節，大家在聽的時候一定要格外注意。時間或者是地點這樣的細節詞
一定要注意。那另外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多同学在听的时候呢，认真的听，然後呢，听完了以後再去選擇那這個方法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根據我們的經驗如果你全部聽完了以後再去選擇，很多時候你會忘了你聽到的內容。所以有一個辦法是，你提前看選項，然後你在聽的時候一邊聽一邊推測和判斷。在聽的過程當中，你就會發現有一些是不對的，那然後剩下那個就是對的了所以呢，一邊聽一邊來推測和判斷，這個方法是非常有效的。那另外呢，我們聽完了判斷以後，最後來確定答案。那確定答案之後，我們就馬上去看下一個題目馬上去看下一個題目。我們剛才說過了，它答題的時間是13秒左右，我們希望大家呢不要超過6秒，答題的時間不要超過6秒。那你還有7秒的時間，你可以去看下一個題目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一邊聽一邊看 ABCD 是什麼，這個絕對會影響你的做題的效果，因為你沒有辦法去集中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同學他們這個不能夠馬上去看下一個題目，那你再去一邊聽一邊看的時候呢，你會發現難度是非常大的，因為你聽的時候有聽不懂的東西，那你看的時候也會發現有看不懂的內容，那這個時候就完全沒有辦法去做題了。所以這一點呢，希望大家要格外注意一下。那首先呢，我們再來做一個題來試一試看看是不是真的非常有效果呢？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ABCD 是什麼，我們來猜一下這個我們將會聽到什麼樣的內容。首先來看 A， 街上沒有路燈。 B， 那個人喝醉了。 C， 那個人闖紅燈了。 D， 警察原諒了那個人。那我們在這個 ABCD 裡面看到了那個人，我們還看到了警察，所以這應該是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裡面有2個人，一個是警察，一個是那個人。那個人呢，他可能有一個問題，那這個問題可能是街上沒有路燈，所以他怎麼樣了，或者是那個人喝醉了以後開車，或者是那個人開車的時候闖紅燈了那我們可以猜到這樣的一個故事，所以我們要去聽的時候就重點去聽那個人，特別是那個人他到底做了什麼，然後呢警察最後是怎麼去做的，這個是我們要重點去聽的內容所以呢我們在先去看 ABCD 以後，我們會发現我們聽的時候我們知道自己應該去聽什麼所以我們在聽的時候會更有目標，然後呢效率也會更高。那我們希望現在呢大家去聽這個問題，然後一邊聽一邊去看哪一個是對的，一邊去看哪一個是不對的。我相信大家呢一定可以找到正確答案。我們現在來試一下。現在開始第1題。1，有個人開車經過十字路口時，紅燈已經亮了，但他還是加速衝了過去，結果被警察攔了下來。警察問他：“你沒看到紅燈嗎？”“看到了。”他回答。“那你怎麼還闖紅燈啊？”警察又問。他說：“因為我沒看到你。”好，我們已經聽完了。我相信同學們一定可以選擇出答案來。那這個問題呢，沒有特別難，對嗎？我們聽到了紅燈亮了，然後但他還是加速衝了過去。然後呢，警察還問他：“你沒看到紅燈嗎？”他說：“我看到了。”那警察問他：“那你怎麼還闖紅燈啊？”
所以其實我們在文章裡面是聽到了闖紅燈這3個詞，對嗎？這3個字，那我相信同學們都可以做对這個答案。而且有沒有發現这個故事和我們猜的是一樣的？它確實是一個人和一個警察的故事。那麼在這個故事裡邊，那個人闖紅燈了，警察問他：“你為什麼要闖紅燈？”啊，那當然那個人的回答是很有意思的，因為我沒有看到你呀。所以呢，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幽默的小故事啊。他說呢，這個司機他看到紅燈，但是還開車過去了，因為他不是沒有看到紅燈，而是沒有看到警察。他覺得沒有警察，那就可以闖紅燈。所以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那這樣的故事呢，在 HSK 6級考試的第1部分裡邊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我們後邊呢會具體的去看。所以如果我們先看了 ABCD， 我們進行了預測，我們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故事，什麼樣的內容，那我們在聽的時候就會非常容易找到答案，我們非常容易去認真的去聽我們需要的內容這個是非常非常有意義和效果的。希望大家呢認真的去學習，然後呢去使用這個方法那我們現在呢再來看一個題目。那這個題目呢，這個頁面呢就是 HSK 6級考試網絡考試的頁面了我們在這裡呢沒有放紙筆考試，因為紙筆考試呢，你可以看到紙，看到卷子以後，你直接可以看下一個。那我們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現在很多同學都選擇網考，因為網考比較方便。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你看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第一題一共是45秒的時間，但是其實呢，讀題的時間不是45秒，因為我們會有13秒左右的時間是答題時間，所以呢，這個題目很有可能呢，只需要讀30秒。那麼我們在注意的是，我們在聽到這個到了一個30秒以後，後面的時間你需要去做題了。那個人闖紅燈了，你已經選擇出來了。那這個時候呢，你不要等他走完了以後去聽第2個題目，那個時候就已經晚了。你在這裡比如說30秒或者是35秒的時候，你已經選擇出答案來以後，你現在馬上要做的事情是用你的鼠標去點第2個，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去點第2個題目，去看第2個題目到底是什麼題去認真的去讀 ABCD， 然後等到它到了45秒的时候，它会跳到第2個題目，那個時候你直接去聽這個文章的內容就可以了一邊聽，然後一邊去判斷 ABCD 哪一個正確。那麼這樣的這個做題的方法在網絡考試裡面，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紙筆考試你是可以直接看到下一個題目，那網絡考試你是需要點一下的。那大家一定要注意的是，充分的去把握這個時間45秒的題目可能會有15秒的時間是你可以做題的時間，13秒到15秒。那然後這個時間你不要都用來做題你要馬上迅速的選擇答案，然後很快的去看下一個題目，這一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那這是我們的一個頁面。那現在呢，我們來試一試，如果這個題目我們已經做完了，如果我們有30秒的時間我們有30秒的時間听完了，然後我們做出題目來了，我们后边还有比如说10秒的时间，你可以马上去看下一个题目。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呢，可能字比较小我来给大家读一下。那 A 是希望永遠存在， B 要保護弱者， C 弱者懂得適應， D 物競天擇，強者生存。那我們看到了 A、B、C、D， 看上去有點難，但是在 A、B、C、D 裡面，特別是 B、C、D 裡邊出現了弱者和強者，就是強的人和弱的人。那麼文章我根據 A、B、C、D 的這個
這個推測，我可以猜出來，這篇文章呢一定是一個觀點一个看法。那这个看法是关于弱者和强者，还有就是希望的，因为我们看到了 A， 希望永远存在，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跟强者和弱者有什麼關係，但是我們在文章裡邊一定可以聽到關於弱者和強者的一些內容。那我們要注意的是，要保護弱者嗎？弱者懂得適應嗎？還是說物競天擇，強者生存呢？是強的人能夠活下來嗎？那這個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答案呢？我們需要去認真的聽一下了。但是我們發現我們在看 ABCD 的時候，我們其實可以猜出來一些內容。這樣的話呢，我們在聽的時候就可以去專心的去找我們需要的內容了。好，我們現在呢來看一下我們來聽到底哪一個是正確的？關於弱者和強者哪一個對特別是我們在看 B 和 C 裡邊都看到了弱者，所以很有可能弱者是更重要的。我們先來聽一下，看看是不是。3，這個世界的生存法則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非強者生存。恐龍高大吧，但它卻在地球上奇蹟般的絕跡了。相對於強者來說，弱者有更多的選擇和妥協，因為懂得適應，他們就有更多的生存機會。好，我們已經聽完了。那同學們能不能告訴我答案是什麼呢？我們聽到了好像很多的內容，但是其中只有一小部分內容對我們來說是有用的。大家想一想，然後我來公布答案。那答案呢是 C， 弱者懂得適應。那我們在聽的時候也其實聽到了差不多一樣的句子，但是我們注意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非強者生存。他還舉了一個例子，舉了一個恐龍的例子。那恐龍很大呀，很強呀，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了所以他說呢，因為弱者懂得妥協他懂得適應，所以他反而能夠活下來那弱者有更多的選擇和妥協，因為懂得適應，所以怎麼樣。那麼這個答案就應該要選擇 C。首先呢，我們在聽的過程當中發現了這個 A 是沒有聽到的。那我們也聽到了物競天擇，強者生存，他說是適者生存，而不是強者生存，所以 D 也是不對的。那麼當然我們也知道，當然 B 和 C 裡邊一定有一個是答案。那我們也聽到了弱者怎麼樣，他因為懂得適應，所以怎麼樣。我們聽到答案以後，這個應該要選擇 C。所以你有沒有發現，我先看了 ABCD， 我進行了分析之後，在聽的時候，我更容易聽到我要的答案呢？這個是非常有幫助的。好，這是我們的分析選項預測內容。那這個呢，對大家來說是非常非常有幫助的一種方法。那我們在這裡首先給大家介紹的就是觀點我們在做題的時候呢，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呢，一定是有一部分題目是觀點題，就是一個人在說這段話的時候呢，其實是在介紹他的一個觀點。那這篇文章裡的觀點是關於弱者因為懂得適應，所以更容易生存下來的這樣的一個觀點那這種文章非常多，大家如果了解了這種文章的結構，這種文章的這個大概的內容，一定會非常容易找到答案。那我們在後邊呢，會向大家去介紹這樣的觀點的文章大概是怎麼寫的我們之後會看一下，會給大家講一下，大家到時候認真的收聽。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裡有一個題目這個題目是 A 小王不讓愛人走， B 小王要離家出走， C 小王和妻子吵架了， D 愛人拿出來一個大箱子。 A、B、C、D 那出現了小王和愛人，
所以這一定是一個小王和愛人的故事。那我們要注意的是，小王要做什麼和爱人要做什么，他们发生了什麼事情，這個是我們要聽的重要內容所以呢，我們來看一下我們大家一起來聽，然後我相信呢，同學們一定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好，13。一天，小王和他愛人吵架後，生氣地說：“帶着你的東西走，別回來了。”他愛人哭着跑進房間去，從房間裡拿出來一個大袋子，說：“你進去吧。”小王說：“你要做什麼？”愛人回答：“你也是我的，我當然要帶走。”好，那這個故事同學們聽懂了嗎？所以答案應該要選擇什麼呢？很多同學如果認真聽了第一句，相信一定可以選擇出答案來。那答案呢，就應該是 C， 小王和妻子吵架了。當然了，你沒有聽到妻子這個詞，你聽到的是小王和他愛人吵架後怎麼樣。那這個故事的大概的內容是，小王和妻子吵架，小王跟妻子說：“拿你的東西走吧，別回來了。”然後呢，妻子非常不高興，她哭着，然後拿了一個袋子，而不是箱子，對嗎？她拿了一個袋子，說：“你進來吧，因為你也是我的，所以我也要帶走那這個呢，也是一個幽默故事我們知道呢，在 HSK 6級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一定會有這種幽默故事。所以，如果我們了解幽默故事的特點，那我們做題的時候也會變得更加容易。那這個我們在後邊也會有詳細的介紹。那在這裡，同學們有沒有發現？那如果我先看了 ABCD， 我猜出來這個有可能是一個故事肯定是一個故事。那這個故事裡面有小王和愛人，他們關係怎麼樣？他們說什麼了？小王做什麼了？愛人做什麼了？然後我們很快就能夠找到答案了，對嗎？因為小王讓愛人走，愛人說：“我走可以，你也要走，因為你是我的所以呢，這樣的故事我們在聽的時候，如果我們心裡面先有一個準備，我們其實非常容易聽到真正的這個信息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這個是我們要分析選項、預測內容，然後我們下面再來做一個練習。我們來先看一下這個 ABCD。A 呢是北極熊很膽小，膽子很小。B 呢，北極熊力氣很大。C， 白鯨是北極熊的天敵。D， 北極熊對人類很友好。那我們看到 ABCD 之後，我們馬上就可以猜出來，我們將要聽到的是介紹北極熊特點的這樣的一篇小文章。那北極熊的特點到底是怎麼樣呢？膽子很小嗎？力氣很大嗎？白鯨是天敵嗎？還是說對人類很友好呢？我們就要去認真的聽一聽，到底北極熊有什麼樣的特點。那我們既然知道他的文章要去介紹北極熊的特點，那我們就要去認真的聽這篇文章，他想說的到底是北極熊怎麼樣好，我們現在來試一試聽一下，那北極熊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動物？我們注意聽，然後來選擇答案。12。北極熊顧名思義是生活在北極的熊，它們是名副其實的北極霸主，雙掌的力量可以破開冰面，在捕食白鯨時，由冰上向水中撲去時，可以一擊重創白鯨。除去人類，北極熊並無天敵。好，那麼同學們有沒有把答案選擇出來呢？這篇文章呢，因為是介紹北極熊的特點，所以其實是有一點點難的，它用了比較難的詞彙，
可能會有一些詞彙是你沒有聽懂的，但是沒關係，你有沒有發現它文章主要說的內容是什麼？好，我們現在說一下答案應該要選擇 B， 不知道同學們有沒有做對？那我們在聽的時候可以聽到雙掌的力量可以破開冰面，捕食白鲸時由冰上向水中撲去時，可以一擊重創白鲸。那這個後邊呢，可能會對大家有點難，什麼一擊重創這樣的詞彙，聽的時候一般來說很多同學是聽不懂的。但是你聽到了雙掌的力量，那力量这個詞對你來說並不陌生，對嗎？而且他說，除去人類，北極熊並無天敵，它沒有天敵，所以呢 C 是不對的。然後呢，也沒有說北極熊對人類很友好，而且北極熊很膽小嗎？不對。那我們又聽到了力量，所以我們就已經選擇出答案來了。答案應該要選擇 B， 對嗎？那這個問題，这個文章呢，內容是比較難的，但是如果你先去想一想，先去看一下 A、B、C、D， 那你先去看A、B、C、D 的內容分別是什麼？那北極熊它的特點，膽子小嗎？力氣大嗎？跟白鯨是敵人嗎？還是說對人類很友好嗎？那你在聽的時候，你認真的去聽有沒有這些內容，然後你聽到了力量這個詞，答案就出來了。你會很容易就選擇出來，因為你沒有聽到北極熊膽子小，你也沒有聽到北極熊跟人類的關係很友好，那你也聽到了北極熊沒有天敵人類是天敵除了人類以外，北極熊並無天敵。那麼聽到這樣的內容之後，是非常容易選擇出 B 這個答案來的所以這是我們在做聽力第一部分的時候非常重要的一個內容一個方法，那就是分析選項，預測內容。那我們知道呢，在聽力的第一部分裡邊有3種文章，我們剛才其實都已經看過了。那一種是介紹北極熊特點的這樣的科普文章，介紹一種介紹說明類的文章，這是一種。那然後呢，有一種是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小故事這樣的文章。那另外一種呢，就是觀點，它告訴你一個它的看法。那這種3種文章呢，在這種 HSK 6級聽力第一部分裡邊是3種最主要的文章。那如果同學們在看到 A、B、C、D 的時候就知道這是哪一種文章，如果同學們知道這3種文章它的結構，它的特點是什麼，我相信在做題的時候大家一定會做得非常好。那在之後呢，我們會根據不同的類型，文章的類型向大家介紹。比如說，如果是觀點的文章，那大概會怎麼去介紹，有什麼樣的特點，同學們聽的時候應該要注意什麼。我們在後邊呢，會一一的向大家介紹這3種文章的特點和解題的方法。希望大家呢，到時候認真的去聽，而且希望大家多多去做一些練習這樣的話呢，你在做這個部分的問題的時候，就會覺得沒有那麼難了。好，那這是我們現在的第一部分的課程。那這個課程我們現在就要結束了，希望大家後邊呢繼續跟着我們一起來學習觀點的文章、故事，還有這個介紹的文章分別是怎麼樣的。好，那我們現在先休息一下。